男人为了钓到大鱼，通过绳索来到了悬崖峭壁的中央。为了省去攀爬的时间，直接在峭壁上搭起了露营帐篷。钓上来的鱼都是顶级的食材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在悬崖的缝隙之间做起的美食，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欣赏着美景，还可以在悬崖边露营，欣赏着不一样的晚霞。男人身上背着各种露营和攀爬用到的工具，手上还拿着鱼钓，向着悬崖峭壁的一处行走。来到了一处能落脚的地方，放下鱼钓和背包，准备好了攀爬所需要的各种装备，将绳索依次扣在安全铁索上，先尝试了一下安全的稳定性。男人名叫吉米，是10里8村出了名的钓鱼发烧友。确定够稳固后，就把自己的身后视胶带好，就往悬崖的中央下滑，利用8字环降落装置缓慢地往下滑。下降的过程还要不断地整理绳索，防止绳索纠缠在一起。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一处海岸线上，悬崖的最高处达到了100米。安全提示：非专业人士请勿轻易模仿。为了防止上面的绳索被人取下来，在岩石峭壁上打下了2个钉子。吉米也尝试过被人剪断绳子的骚操作。在悬崖峭壁上往下看都会让你双脚发热，更不要说攀爬了。随着吉米不断地往下攀爬，来到了悬崖中央比较平坦的地方，绳索向着海底延伸，将身上的背包扣在悬崖峭壁的钉子上。这些已经钉好的钉子是吉米之前攀爬留下来的。在岩石的缝隙上安置了一个安全铁索。海里的浪花非常大，还看到了几条海豚在海里戏水。为了安全，将绳索依次扣在岩石的钉子上，做好各种安全屏障后就开始钓鱼。诱饵用到的是仿生诱饵，诱饵背部有一个倒钩，能勾住上钩的鱼。今天吉米没有带任何食物，仅靠钓上来的鱼作为食物，向着大海远处抛出了第一竿。海水击打在岩石上，激起了大量的浪花。现在吉米所处的地方离海面差不多有20米高。为了钓上海底的鱼，不断的抽动诱饵，但最终还是空钩了。为了增加上钩的成功率，用上了鱼皮，再一次向海里远处抛竿。从鱼竿的弯曲程度可以看出已经有鱼上钩，拖上了后发现是一条小鱼，是一条大小适中的鳕鱼。这样一条鱼足够吉米饱餐一顿了，而且鱼皮和鱼头都可以作为诱饵。挂上诱饵后继续向海里抛竿，很明显这一竿又中鱼了。从鱼竿的弯曲程度可以大概猜出这一条鱼不小。为了在拖动的过程中减少力气，依靠着悬崖岸边，好不容易才把它拖上了岸边，发现是一条鲑鱼。鲑鱼也叫三文鱼，从鱼的体型大概猜测这条鱼至少也有3-4斤。吉米打算用这条鲑鱼的肉来钓鱼，切好的鲑鱼肉已经挂到钓钩上，向大海甩了出去。鲑鱼的肉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食疗作用，却被吉米当成了诱饵。刚拖动了几下就直接脱钩了，本以为鱼钩上的鱼肉被鱼吃掉，下一秒却有鱼直接上钩了。吉米立马收紧鱼线，海里的鱼缓慢地被拖上来。拖上来后发现是一条鲷鱼，这条鱼大约有2斤。在这片海域，鱼的种类非常丰富。继续用三文鱼作为诱饵向海里抛竿，海浪击打着岸边的岩石，产生了大量的气泡，导致海岸边区域的海水含氧量非常高，使得大量的鱼过来聚集。这时又有鱼上钩，从鱼竿的弯曲程度可以猜测这条鱼非常小。拖上来后发现是一条橙红色的燕尾鱼，继续在地下捡上鱼肉当成诱饵，继续向着远方抛下鱼竿。每次抛竿后的10几秒内就有鱼上钩，可见这里的鱼类资源确实多。收上来的又是一条鳕鱼，钓上来的鱼足够吉米吃上好几顿了。吉米打算在这悬崖边上搭建一张床。经过10几分钟的搭建，吉米直接躺在了刚搭建好的床上。决定床的稳固程度是岩石上的几个钉子，当然他身上时刻挂着安全绳。搭建好临时床后，继续向海里抛钩。这是我见过最有胆量、最有想法、最刺激的钓鱼发烧友。为了钓上海里想要的鱼货，想尽了办法。钓上来的鱼还用尺子量了一下，是一条28厘米长的鲷鱼。将所有钓到的鱼放到保温袋里，拿出一条较小的鱼用来填饱肚子，用刀子将鱼肉解剖下来，还要去掉鱼皮。鱼皮却被吉米扔到了大海喂鱼。解剖好鱼肉后，从袋子里面拿出小铁锅，还有一个微型煤气灶，各种调料也准备好。为了防止海风把火吹灭，在岩石的缝隙起火。起火后直接往锅里放上调制好的2片鱼肉，鱼肉被油炸得滋滋作响。10几分钟后，鱼肉煮熟了，放上各种配料和蔬菜，一边享受着美食，一边欣赏着海边风景。吃饱后，坐在临时搭建的床上休息，同时玩起了无人飞机，欣赏着悬崖峭壁的风景线。
这样的人生不能用钱来衡量，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和想法。独自一人在悬崖岸边露营钓鱼，欣赏着海浪冲击岩石澎湃壮观的风景。欣赏完风景后，吉米躲进睡袋里休息起来。远处的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，享受着有钱人不敢享受的人生体验。吉米就在这里度过了一天晚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吉米竟然睡了个好觉。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钓鱼，海面上也出现了海鸟，果然是早起的鸟有虫吃。但吉米早上的运气有点差，鱼钩好像勾到了岩石。经过一轮的抢救，收上来的鱼线不见了鱼钩。今天早上的运气破坏了吉米的心情，只好收拾东西打包回去。经过一轮的攀爬，终于回到了岸边。没有几个人可以一起享受攀岩、钓鱼、露营的乐趣，这就是吉米的人生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